换我来过一下这个，体验一下小许的那种爽日子。听说坐在这个位置都会，莫名其妙的就爽起来。哇，舒适啊！大家好，我是罗宾，欢迎来到罗宾水族。今天罗宾水族到你家，来到谁的家呢？小许。嗨，三重小许。小许，我们要跟着小许来到他这个新布置的这个房子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边。有分了楼上跟楼下2层都做了很多缸，是不是？对，很多缸的这个水草造型。然后罗宾今天过来帮他看哦，然后看有哪些需要在我们准备这些素材，然后我们后面再做一集来帮小许这边从零开始打造到一个完成的缸。好，那在这边我们就麻烦小许帮我们带过去看一下吧。对，我们进来看一下。OK， 那个一副非常乱的感觉。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是喜欢看这个高反差。高反差。这一缸要把就是这个2尺缸的草移过来这边。嗯，对。那目前我是想要做一个，就是在山坡上有一个树根。嗯，对。然后后面有长蝴蝶，然后前面都是古茎这样子，就是在一个花园就是这样。哇，那就是人家都是用那个便宜的草皮，你是用高级的古金草，就是古金草皮这样子。是哦。所以大家看到那个2尺缸的古金，就是你看很久我都没有去动它，就是要让它慢慢长。对啊，那目前的话应该，那个印度迷你古金应该可以分个几十株，然后那个兔血应该可以分个几十株，应该可以把前面铺满。OK。好，那么期待哈。我是建议是说，像这个水的话，你现在是让那个黑土先把那个养分先稀释掉嘛？没有，这个是旧黑土。旧黑土是旧黑土。OK， 那没关系，反正就是先跑一下这个整个系统嘛，哈，这个圆筒这个部分。对，本来是已经跑完了啦，然后只是那个早上在翻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是，那自然是一翻动之后。就是会雾掉，黑的，对。刚出门的时候整个都黑的，现在就比较白的。没关系，我们就来看说，这个是我们养水草人必经的过程啊，我们都是真实的呈现。像这个，你这个还有加这个挡板，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刺眼的感觉啊。第二个是它这个就反光板嘛。哦，对啊，所以它会把那个光比较是打出来，因为这一盏灯130瓦，哇，这么强哦！对，这是超强的啊，所以我现在只有开40瓦，这个全部开下去，这个眼睛会受不了哈。对 ，OK， 这个是我的螃蟹溪流缸，螃蟹溪流缸，哇，太酷了！这个养的什么蟹啊？这个是就一般的溪蟹，像之前在3只抓的。哦，太酷了！这是为了小朋友的吗？对，就是他们想要养螃蟹嘛，然后那个里面的一些虾虎啊，对，我就把它布置成就是溪里面的样子。哦，而且还用这种带蓝色的灯的感觉哦，意境更不同。OK， 好，那。所以这一缸就是常常我们在社团放毒的那一缸吗？对，没错。哇，所以这一缸以蝴蝶为主。所以看我们养水草的人哦，看到这个主要就是以草为主哈，鱼虾都比较少。那蝴蝶长得都不错啊。对啊，就是要广告一下，用 ATR， 全套 ATR。OK， 那我们接下来就上去楼上去看我们后续要做的那一缸。好，那我们现在就上去看看哈。哇，我来开箱哦！哇，小许的新家呢哦，哇，震撼！来，我来示范一下，叫 Google 那个关灯，然后打2氧化碳开水。哇，你现在是已经是全自动化智慧鱼缸来示范一下。OK Google， 关闭鱼缸灯。哦。OK Google， 开启鱼缸灯。哦。把鱼缸灯打开。OK Google。开启换水。哇！没问题。
换水打开。哇，你看，有没有看到换水已经开始了？哇，太酷了啊！你现在就已经先把鱼放进来了。对啊，那个没有，这是之前养的鱼啦，先把它放进来。是，那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草为什么现在先装盆这样子？因为现在还在收集草种，对，所以也让草适应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用盆子养着，然后那等草全部都收集完成之后，我们再下黑土然后把整个缸设起来。是，对那这个过程就是罗宾大有指示，就是我们这个 GH 要拉高，对，请用 ATR GH 提升剂。哇，感谢，对，把 GH 拉高，就是让草的吸收的养分可以比较好一点，因为渗透压比较大然后所以其实那个草大概过了1-2个礼拜，然后我碳也打得比较强，所以其实看起来他们最近都开始适应了这样。我这样肉眼看是觉得是说。草况是都还不错，对，还可以这样。是，然后呢，这个莫斯啊，就是之前本来装在盒子里面，就会比较闷所以我后来把它拿出来，就是装在这个袋子里面，就是看起来它就是光跟那个二氧化碳都会吃的比较好，所以看起来就有救回来，不然本来之前都黄黄的这样子。OK， 了解。然后那个可以就是也看一下里面这样子这里面的话就是，来我介绍一下好，就是其实刚要做到那个智慧鱼缸，其实很简单这样就是其实把二氧化碳跟换水，其实都全部都接到电磁阀，对，然后电磁阀再接到那个智慧插座，对，就可以叫 Google 去帮你换水跟打二氧化碳这样子，OK， 然后所以其实你看就是现在在这边有开一个溢流孔嘛。对，在这里开了一个溢流孔，对，是，所以我现在就是开始换水的时候，它开始加水满了，它就从这个溢流孔流出去，然后呢，就是我进排水都已经就是坐在左边嘛，然后所以从这边进来之后，然后先经过前置，然后再到这个圆筒，对，然后再打出去，它就完成一个循环这样子，水的部分啊，就是我装了一个过滤器嘛，对，就是这个水它的水会比较好，比较不会有一些沙子这样子，然后也是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我接了这个电磁阀，然后所以这个电磁阀我叫它开始换水，它就通电，然后水就开始流这样子，然后二氧化碳也是一样，就是我通电，然后它二氧化碳就开始打。哇，这个真的是我们养水草的那个梦寐以求的这种。符合现代摩登家庭的这种全自动化对，我这个整个缸子非常谢谢罗宾大，就是帮忙规划这样子，就是之前也是跟他讨论很久，然后最后决定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看起来不错啊。对，我这个缸子目前就是已经设了1个多月嘛，其实我还没有动手去换过水这样，每天就是我就让它排15分钟，是，然后所以我每天都换水，不用动手，不用拉管子，哇。好爽，只能用“爽”一个字来形容。是OK， 了解。小许，我看这个柜子是故意做符合我们这个餐桌这个的高度吗？没有，刚好，因为这柜子就基本上，因为这个缸子是45公分嘛，那柜子就70公分。是，对，这是标准书说的那个高度，就对。对，标准的高度啊。对。这个也是跟罗宾大讨论，不然它太高的话，你缸子又高，所以你会变成要是，也就是说，这个缸子的高度，我们请小许也示范一下。对，就是它缸子的高度，基本上到这边45加70的话，就是115。对，跟就是一般我看那个缸子的总和高度是这样嘛。那因为我们人的高度就是差不多，那你拿着这个水草夹进去，对，差不多就是这个高度。是所以你看嘛，这边就是要符合我们操作者的一个方便性等于是客制化的这个高度，你操作起来才会方便。对，没错。所以我觉得那个缸子的高度跟这个架子的高度很重要，这个跟罗宾大那时候也讨论很久。对，要做下去，做错就是完了，很多钱的。是。所以这种就是整体规划的时候真的是要求就是你不能出错啊，很多是你要去提早就要规划，想到说我该怎么操作。否则你中间再来改就累了啦。对啊。所以这边也有预留这个保养的孔吗？
对啊，就这边这个孔是为了走管线嘛。哦，是，哦，是，所以它就是从下面这边走上来。嗯哼。包含就是我刚刚讲的排水孔，排水孔也是从这边，就是它就排下去。那你看到这一根排水孔，它上面因为我上面装了一个除湿机，所以我的除湿机就下来跟这个缸子的排水孔一起出去这样。哦。对，它就走在下面这边，然后一直到后面排出去这样子。OK， 哇，那真的是整体动线规划都已经完成，不会像以前。我们都要拉水管哦。前一阵子我还淹水，因为我人跑出去了。对，现在年纪大了，很容易忘记。你警报器叫也没用。那现在做这个溢流的最大好处就是你让它流没关系。就是啊，你永远都不会淹水，永远不会淹水。是，对，这太好了。是所以像这个灯的话，你一开始的话是会先开几盏？就是跟罗宾达讨论嘛，因为水草才刚来然后而且就是没有底土，那所以就是我们先开2盏，对，然后慢慢的加，就是加到3盏，然后未来目标是装到4盏这样子。了解。对，那目前就是肥料跟灯大概都先减半，让水草适应。是，这是完全正确的手法。对，是罗宾大教。然后而且记得 GH 要拉高这样，然后还有 ATR 耕肥每天减半，耕肥易肥，对，就是让它有的吃，可是不会那么过头，因为它的根至少你目前来讲的话，你还是装在盆子上面嘛，对，所以吸收上面的那个效率还是没有办法跟那个底土的相比。对，所以你看这 ATR 在这里有没有？就是人体工学拿得很方便，不用蹲下来。是，OK。所以你这边也是定时走上面跟走下面，是不是？对，就是基本上我灯还是走下面。是。我这一个主要是因为就是我要开关它，就是这个叫油膜处理器。是。对，因为那个需要一个开关，所以我拿它来就是当开关切换这样。是。其实我这样说好了，油膜处理器是不错，可是像我们在溢流的时候啊，其实就可以省去那个油膜处理器的这个功能了。对，因为这个溢流的时候啊，它就会自己，对。通常一般人都是用油膜处理器嘛，对不对？然后现在我也装了一个油膜处理器，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效用不大那样。是，我这样说好了，其实有一招是连油膜处理器都不用买，那它就解决了。还有这种东西。原来罗宾大我认识你这么久，今天终于要把这一招学起来。其实这个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有讲过，然后只要有去追的人就会知道。好，来，没关系，今天罗宾来跟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做。其实连油膜处理器都不用买的方式，只有一招，是拿出你的手，把你的圆筒了解原来就是这一招啊！对，我怎么没有想到？你就是去扰动这个水流，把它提高，拿个东西把它跨住 ，OK， 稍微有听到一些水声，你不要只有这样效果不好，要噼里啪啦，对不对？噼里啪啦这样子在挥动的时候，水流下面它就一直冲刷嘛，这些菌啊、膜啊、这些。油膜这些大部分都是菌或者是藻类居多主要是菌为主，最常见是菌。你这样子冲，他们喜欢的是什么环境呢？非常平缓的死水。OK。等到这个水流被扰动，我每天叫你起床尿尿，你会想要住这边吗？我一直打扰你，让你没得睡，你会想要住这边吗？对。通常这样操作不用1个礼拜。这些菌膜就不见了。那这时候我们的圆筒或者是我们整个水草缸里面的生态这些消化系统通常也已经建立了。那这样就好了。等到又遇到的时候呢，来，那我们再把它再抬高。那这时候你就会听到潺潺的流水声。那这样子又一次的达到这个效果了。原来如此。是，然后来你注意看这边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水流，对不对？你把它抬高之后呢，这样扰动，这边就看得清楚了。它就是这样在带，一来是把空气打进去，增加它的溶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水流一直扰动，
菌就没办法住了，好吧？哦，今天终于学到终极那一招龙宾大，所以你看，我们什么钱都不用花啊，这样不行，这样水族产业可能会没有办法继续蓬勃下去。为什么 ATR 没有出油膜处理？因为我们只要一只手就好了。对啊。哦，原来是这样，是 OK， 这样就一招就解决你的油膜问题，好不好？虽然油膜处理器也是蛮方便的啦，哦，可是有一个不用花钱的，我觉得这一招也是不错，对，提供给各位参考。其实那这样我就每天换水15分钟，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拉高，这样子。其实有时候你也不用拉高，你把你的水位降低就好，降低就好了嘛。对，降低一点也是一个方式，拉高也是一个方式。那有时候为了美观嘛，哈，为了美观的话，我们就会把它拉高，拉高，这水位比较不会那么多，好这样子。啊，假如说你不在乎的话，你就把水位降低就可以了。对，方法很多种，你只要了解为什么油膜会出现，油膜要如何让它消失，啊，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简单吧？啊，今天终于一语道破。啊，我这个可能会被人家追杀，说你这全部都在那边捣乱哈。又说功不用太强，又说油膜处理器没有真的啊，你为什么要耗掉那么多能源，耗掉那么多的花费呢？对不对？你与其耗掉那么多花费，你要买正确的，例如说你像易肥哈，你要买正确适合他们的哈，是不是？然后连缸子都用这个边条缸叫没有，我这样说好了，边条缸也不错哈，开放缸也不错啊。遇到地震的时候，你就会喜欢边条缸了。对，这个就是有一好没两好啊。当然了，你看嘛，你小许，你把门关起来啊，你觉得这跟有没有边条缸？对啊，根本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吧？对，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一面嘛，小曲可以过去帮我们介绍一下。好，那这一面呢，就是主要我这边也让它镂空哦，就是我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是说，就是我其实在两边我预留了两个开口，然后那主要是我跟罗宾大讨论，就是我在操作的时候啊，就是其实有时候如果需要就是增强二氧化碳，然后我可能再增加一个圆筒的话，就是我把两个，就是我要再拉进排水口，可以从这边拉，然后或者是我要操作，就是比如说我要弄什么洞，可以从这边比较方便。那平常也是关起来的状态这样子。这样很好哎。对，就先留好，这样想到你有可能任何发生的事情，都先把它做下去，以免到时候后悔莫及。是，了解。所以这边你看，我光坐在这边用餐哈，或者是喝个下午茶，看着这个鱼缸，哇，我觉得这是我们水族人梦寐以求的一个家庭的这个环境。对，哇，就看起来就觉得哇舒服啊，非常的期待，就是那个把这个缸设起来的成景的时候，是，就是我从那个1-2年前，我第一次看到罗宾大就是的那个冠军缸的照片的时候，我就很想要把它复制在我家这样子。是喜欢吗？对，好，没关系，罗宾水族到你家就会来帮你完成它的。OK， 好，那我们谢谢小许。好，谢谢大家。有时候大家都会以为说光线要够强才可以，其实我这样说好了，以水草缸而言啊，他们需要的光其实不用太强，可以用强光去逼迫水草转红，或者是你要让它变成你要的样子，就是变成你有一台大马力的车，你随时要让它飙车都可以办得到。可是，一般人而言的话，我觉得还是顺开。那个光线是适中，甚至是中低光。其实我这一次，我讲一下这一次，现在到目前我用这个小五花，我觉得它只有2盏灯，但我觉得水草的，就是它适应的很好，是颜色性。对，其实对，然后颜色性，我觉得它的这个绿色跟红色其实都非常的漂亮，是，对，跟之前我用 LED 就是偏黄，是，对，或者是太亮，我觉得就是我还蛮喜欢现在的这个颜色，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水族箱这是属于观赏性的
还是要肉眼看起来比较舒服为优先呐。啊，其实在讲究它的说什么效果或怎样，我觉得很柔和，就是它的那个眼睛看起来很舒服。是啊，所以你这个门的话是做百叶的。不是，这个是为了要融合我家的这个装潢的风格，是因为我现在是就是日式，日式混现代风格，因为我本人对装潢有一点兴趣，所以就是一进来门口第一个看到这个端景，是日式的格栅，对，然后所以我在这边做了这个灯嘛，就一进来这个叫做端景，漂亮。好，那我们就到时候会办一场聚会，然后顺便把这个把它射钢哈。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小许把他的这个镜头前的第一次献给我们罗宾水族，谢谢，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他罗宾水族到你家话家常聊水草，我觉得喝咖啡我们没有聊是非啦，聊水草。那我们感谢小许今天给罗宾有这个机会。那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在后面就会有一群水草的高手，对，会过来协助，大家敬请期待OK， 那我们就谢谢小许，罗宾水族到你家成功。其实要到了晚上，我们要来就是好好的休息chill一下然后那个喝点 whisky。然后直接这样就是，你会不会过太爽啊？这是人生一大乐事。你会不会过太爽啊？我也好想要这样哦。这样来给你躺一下。